影片最尾端有球鞋抽奖活动哦，所以请务必看到最后。不是，不要直接拉到最后面来干。随着战绩一路向下，过往引以为傲的体系擦不出火花，再加上这回 Curry 的倒下，勇士的赛季走进了死胡同。王朝早已半倾的梁柱也缓缓的粉碎崩塌，带着整个时代的重量轰然而落。勇士还能在 Curry 的带领下再起吗？ Well， 我不是神明，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你还记得吗？这并不是 Stephen Curry 第一次面临这样近乎绝望的处境。这场比赛我们不会输的，把球交给我，我会赢下这场比赛。这是 James Lakey 第一次知道这个小男孩会说这种话。James Lakey 是 Queensway Christian College 初中男子篮球队的教练，他们正面临整季不败的赛季，终于要迎来第一场输球的困境。时间剩下1分钟 ，Queensway 落后6分 ，Lakey 已经放弃了比赛。他喊的暂停只是为了安慰他努力的小小子弟兵们，希望他们能抬头挺胸的打完这场比赛。可是队上最矮的那个球员显然不这么想。在蹦出那段话之前 ，Lakey 对这名小球员的评语是这样的：轻声细语，沉默寡言，非常安静而友善。但这样的一个14岁矮小子，却突然说出了这样近乎狂妄的宣言。而更惊人的是 ，Lakey 接受了这个建议。大家听到了吧？把球给他，然后大家轻开。暂停结束，大伙走上场。矮小子带球过半场，直接在3分线外1步的距离拔起来。手下一波进攻后，矮小子再带过半场。这回矮小子直接在靠近 logo 的地方拔起。他连投了4、5球全进，最后我们反倒赢了6分。Lakey 这样笑道：“哦，对了，然后没有说的事情是，这个14岁初中8年级的矮小子，在那一年赛季的场均得分是50分，而他的名字叫做 Stephen Curry。” 从小就和父亲混在 NBA 球星堆中的 Stephen Curry， 在 NBA 球场和 NBA 球员胡乱打着1对1的童年中，练成了超乎一般儿童的运球和抗压性，以及极度超龄的远见和成熟度。在碾压整个多伦多的初中，结束不败的赛季后，升高中的夏天 ，Curry 突然告诉 Lakey 他想改变投篮姿势。当时才170公分出头、50几公斤的他，因为没有力气像强壮的小孩一样投外线，所以他都是从腰部把球往上推出去。想起当下 ，Lakey 记得自己听完是这样想的。你都一场砍50分了，还想改投篮啊？但 Curry 非常坚持，他说为了高中以及大学，现在就必须开始修正。是的，这个才初中毕业的小孩已经在想着为了大学不吃火锅，高中尾端不会受到改投篮的阵痛影响，得出他现在就必须改掉让他场均得50分的跳投姿势这个结论。但即便如此用心的备战高中赛季，随着父亲 Dale Curry 的退休，全家搬回了夏洛特。Curry 入学 Charlotte Christian 高中后，他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远在加拿大的不败赛季，显然在遥远南边的北卡州并不值得一提。当时仅5尺7寸的 Curry， 最终甚至连校队都没办法打，只能先加入其他次级赛事打球。而事后回想，他这样说道：“这件事教导了我去追求自己所想，别让他人的话语阻挠你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回头去看，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那一年没有真的强硬的去争取校队的资格。”而也正是在那饱受看扁的1年间，这个矮小的高1小子默默地立下了他的梦想，未来一定要打进 NBA。他要证明所有人都低估了他。在虔诚咬牙忍过高1后 ，Curry 向校队重新发起挑战。而在他加入校队后到高4结束之前，他带领 Charlotte Christian 3度夺得地方联赛冠军，并3度打进州冠军联赛的季后赛。但那3年间 ，Curry 并不是一路顺遂，相反的，他面对到比一般人更加强硬的挑战。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满6尺的小瘦子是 NBA 球星之子，每个人都试图挑他出来得分，每个人都试图想把他的出手扇出场外，每个人都试图想让他在场上难堪。可是 Curry 没有丝毫退让，他不仅以实际表现完败对手，甚至还让敌对不得不针对他做出特别的防守调度。在高4 Curry 带队闯进州冠军赛的最终一战，他逼得 Greensboro 的高中拿6尺6寸的体能型前锋去1对1对他执行 box and one 防守。即便当时 Curry 已经长高，但仍只有5尺9寸，一个不满6尺的控卫能逼迫对手做到如此程度，不难想象他的破坏力有多惊人。而最终这个近乎 NBA 式的防守待遇让 Curry 只拿下8分，并且在毕业前和州冠军缘牵一面。
我那时候还没有足够的力量。Curry 在当下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但这样的想法也并非第一次浮现在他脑海中。在整个高4赛季的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在来视察的 NCAA 以及大学教练面前轰炸对手，其中还包含北卡的 Roy Williams 以及杜克的 K 教练。可是来自一级大学的电话通知始终没有响过。事实上，这在旁人眼中或许并不意外，因为 Curry 并没有进入任何一个高中球员评比的前100排行中，在几乎所有的评比中，他都仅得到3颗星，一个代表着大众眼中他只是平凡中的平凡。不应该说，这应该代表多数大众连 Stephen Curry 这个人是谁估计都不知道，没有人在乎，这就是3颗星代表的意义。但就在这时，一通电话打来了，来自一级名校 Virginia Tech， 父亲 Dale Curry 当年就读的母校，同时也是 Curry 从小最渴望前往的梦想大学。可是最终 Virginia Tech 捎来的消息是，他们不打算提供 Curry 奖学金，希望他以 walk-on 身份入队，几乎可说是毫无保障，也完全没有视他为球队可能核心的意思。在会谈过后 ，Curry 陷入了挣扎，显然带领高中从弱队打进冠军赛，和初中的不败赛季一样，并不会让他在下个层级获得任何的关注。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说的，非常直接，说我想打下个层级的话，得要更大更强壮才行。而多年后 Dale Curry 则如此回忆道，当时的他就是一个入不了一流大学眼中的矮小球员。是的，人们依旧质疑不满6尺的他太矮小，依旧说他太瘦弱，不可能打好下个层级的篮球。即便他是如此统治着当下的这个层级，依然无济于事。过了4年 ，Curry 用尽所有办法改变自己，但周遭看待他的眼光其实从没变过。但随即另一通电话来了，来自一所从1969年就再也没赢过任何一场 NCAA 锦标赛，身处在 NCAA 一级中弱势联盟的平凡大学 Davidson。致电后 ，Davidson 教练 Bob McCullough 很快的亲自来家中拜访，郑重的承诺了 Curry 会是球队的未来蓝图之一。曾任职学校校长的母亲 Sonia 本来还半信半疑，但一番深谈后，他确认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个教练是真的看见了世人当时所看不到的 Curry 身上那不可思议的潜力。数年后 McCullough 谈起他第一次看到 Curry 打球是在 Las Vegas 那场比赛中，你以为 Curry 砍进了无数的大号3分吗？不，那场比赛他手感冰冷，连带也带不起球队攻势，不停地被夹击、失误、吊球、爆传。但比赛结束后 ，McCullough 告诉其他人，他要招募这个小子。他从没有放弃，从没有展现出自己的挫折，从没有被失败所影响。因此，我告诉自己，这铁定是个会随着时间成长的年轻人，因为他永远活在当下奋战。但如今追想当年 ，Curry 却认为那可能是他生涯最没有自信的一个时刻。尤其在大一开季前几场他表现大起大落时，让他不禁思索，自己是不是真的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样的舞台？高一时和自己约定好前进 NBA 的梦想，会不会只是个笑话？不过 McCullough 选择站在他身边，每当教练团有人开始质疑这个大一小子时，他就会说：“请记得 Las Vegas， 我相信他。”即便我大一刚开始不停失败的时候，他也不停在我耳边砥砺着我，因为他比我自己更早看见我的天赋。于是，那个不满6尺的平凡小子 Stephen Curry 成为了 Davidson 的一员，并且就此在这间平凡的大学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一点都不平凡的风暴。在大一赛季进入尾声时，场均拿下21.5分，投进3.6颗3分的 Curry 成为了 Kevin Durant 后史上总得分第2高的大一新人，并且无悬念的成为所属联盟的新人王以及年度第1队。McCullough 并没有将 Curry 作为进攻发动机来使用，他深知 Curry 最特别的是他那独一无二的投篮能力以及优秀的球场空间感，因此 McCullough 为他设置了大量的无球掩护，并且给予他接到球后无限的开火权。而 Curry 也不负众望，他可怕的点在于他不只是制式的穿越掩护跑动，他更能细腻的观察防守站位和移动的方向。假如防守已经全部集中偏向在掩护出来后的位置，他就会瞬间反向折回另一边，或是突然转而从第3个方向冲出来接球出手。且不论出手者多贴近他接球时和篮筐的角度有多别扭，他都能在几秒内转身正对篮筐起跳，同时顺势把球投出去，无法用常理预测，却又精准无比。这就是来自 Davidson 的 Stephen Curry 他的恐怖之处。同时，老田似乎也看见了 Curry 的执着和信念。大一他长高到了6尺1寸，并且在升大2的夏天，他告诉媒体，他觉得自己还在成长，他还能再拉高。而后他果然又长高到了现在的6尺3寸，一个标准的 NBA 1号位身高。从高4的不满6尺到大2的6尺3寸，并且在重训室中锻炼得更加强壮厚实的 Curry， 转眼间从和 NBA 无缘的瘦小砍将，成为了一名真正上得了台面的大学球员。
身体和心灵都准备好的 Curry 大而再接再厉，不仅带领 Davidson 拉出一波疯狂的22连胜，更再次闯进 NCAA 3月风，同时单季162颗3分，至今仍是 NCAA 的纪录保持人，并且还进入锦标赛后以单场40分、8颗3分，包含最后1分钟超前比分的3分 catch and shoot 的表现，往上逆袭了日后产出3名 NBA 球员排名第7的 Gonzaga， 同时也是 Davidson 从1969年后第一场锦标赛胜利。同时在满场的欢呼中 ，Curry 确定胜利后振臂怒吼的画面，无疑也是他们 NCAA 一个南边小联盟的得分好手，正式走进全国球迷眼中的第一个画面。但你以为 Davidson 的惊奇就停在这了吗？在那之后 ，Curry 又以单场30分淘汰拥有 Roy Hibbert， 排名 NCAA 第2的 Georgetown， 再以单场33分淘汰一样日后产出3名 NBA 球员，排名 NCAA 第3的 Wisconsin。突然之间 ，Davidson 从一所快40年没赢过锦标赛的学校，变成了打进8强赛、一路碾压高顺位种子的强队杀手。但在击败第2、第3种子后 ，Davidson 面对到的是该年的第1种子，拥有多达7人日后成为 NBA 球员的终极强队 Kansas。可是即便如此 ，Davidson 也没有轻易退让，比赛从开赛一路缠斗到最后1分钟 ，Davidson 落后5分，在 Kansas 把篮板球拨出界外后，他们从底线发球。Pick and roll, Curry, 6 to go, frees himself, Curry, 4 to go, pumps, kicks it out, Richard! It's over! Kansas, hold on! And the Jayhawks are heading to the Final Four! 惊险一下比赛的 Kansas。最终拿下了该年的 NCAA 冠军，但即便止步8强，场均32分、3.3篮板、3.5助攻，带领不被看好的低顺位种子一路力抗第3、第2、第1种子球队，那个一脸无害、破坏力却无比骇人的娃娃脸小子，却也从此成为全美篮球界瞩目的对象。而这则无疑是 Stephen Curry 这个名字终于进入多数 NBA 球探眼中的起点。升上大3之后，由于正中控球 Jason Richards 毕业 ，Mike Killup 顺势将 Curry 从得分后卫移往控球后卫。当时 Mike Killup 或许没有想太多，单纯只是由于1号人手不足而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他应该没料到的是，这个位置的转移彻底改变了 Curry 未来的球风样貌。以结果来看啊，老实讲 ，Curry 在大学最后1年看起来并不像是一名最好的控球。已经担任跑位射手多年的他，仍在适应这个位置的任务，以及统合串联全队这个沉重的责任。他从过往的 off-screen 直接投射，转变成更多挡拆持球 make play。虽然得分来到28.6分，成为 NCAA 得分王，可是缺乏更刁钻的运球、更强势禁区终结以及更快速传球判断等等问题，却让他整体效率来到大学3年最低，也为他在2009年的选秀中埋下了一个问号。Curry 的投射能力、跑位能力、空间感毋庸置疑，但同时他的防守最顶也就是无功无过，而他能否在 NBA 稳定担任控球的球员仍旧成疑。霎时之间，这些球探的评价让 Curry 看起来只不过是好一点的 JJ Redick， 只是因为身材体能比较接近常人，却能够在大学砍分，而让群众为之疯狂的学生王子，而非一名真正会在 NBA 掀起风浪的存在。最终，带着满满的不确定性之下。With the 7th pick in the 2009 NBA Draft, the Golden State Warriors select Stephen Curry from Davidson College. Curry 在2009年选秀中仍以第7顺位中选。有趣的是，选走他的勇士事前根本没和他试训过，甚至还有不少小道消息传出，他们已经内定要选常人 Jordan Hill， 更别说勇士阵中还有另一名得分型控卫 Monte Ellis。种种因素也让选秀结束后，选走 Curry 是为了拿去和太阳交易明星前锋 Amar'e Stoudemire， 这样的传闻甚嚣尘上。而对比起 Curry 的一路刻苦锻炼以及神赐一般的持续抽高，才让他得以走进 NBA 的视线中。如今中选后，却广被认为只是交易配菜，似乎再是讽刺不过。但交易传闻大为流传的几日后，总教练 Don Nelson 决定亲上火线辟谣，我们选走他是因为他是名极佳且适合我们体系的球员，他哪里都不会去的。
这或许是 Curry 在买 K-Lop 后第二次得到真正的信任，真切相信他的价值，看见他的努力，并且给予他相应机会的信任。而勇士的这份信任获得了极为快速的回报。Curry 虽然大三的投入选秀，但任何能在21岁的年纪，并在 NBA 这样的殿堂只磨练半个赛季，就把自己的成绩提升到场均 22.1 分、5.5 篮板、7.7助攻的球员，绝对是屈指可数。在赛季尾声 ，Curry 不只完成过36分、10篮板、13助攻大三元，以及单场42分等数据上的壮举，甚至第一年就以166颗三分打破 NBA 的新秀三分纪录。同时，大三1年的控球磨练，让 Curry 的1号技术在进入新秀年刚好完美衔接，本来就非常好的空间感，搭配上逐渐成熟的半场阅读防守，让他的传球视野彻底打开。不论在挡拆后和跟进场人配合，还是 no look pass 潇洒分到弱边射手位，他都做得非常流畅，毫无迟疑。加上他奔放却又精准的三分出手，让 Curry 一时间成为了球迷眼球追逐的对象。即便最终因为遇到场均缴出25-5的 Tyreke Evans， 让 Curry 和新人王失之交臂，且勇士的战绩也并未随着他的好数据而有所起色，依旧止步在西区倒数，甚至战绩还比去年退步。但 Curry 对比赛的影响力肉眼可见，他下场后勇士的助攻率会跌至全队最低的 52.2%， 进攻效率也会随之跌至全队最低的 103.1%。比起球风更偏向终结者的 Alice，Curry 更像是那个能串联强弱边、统合全队的指挥官，而这个事实也无疑是赏了去年选秀时认为他不是一个好控球的球探们一大巴掌。但 Curry 并不打算停下脚步，他在夏天积极训练，同时还和美国队一同出征2010年世界杯。当被问到是否需要让身体休息一下时，他这样笑道：要休息之后多的是时间，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美国队的天赋经验是世上最棒的，我希望能在这里学到作为控球和射手的更多面向，回去帮助球队。在有如邻家大男孩的微笑背后， Curry 如今看起来就像是一篇再励志不过的人物传记。他曾饱受低估和质疑，却仍力争上游，开创出进入 NBA 的道路，并在入行短短1年内就彻底证明自己的实力。Stephen Curry 并不完美，但正是他的不完美，才让他的成功如此迷人。许多媒体球迷都如此津津乐道地传颂着，但殊不知，这才是 Curry 下一个考验的起点。经过一个夏天的备战，准备迎接第2年挑战的 Curry， 在季前赛伤到了自己的脚踝，不过并没有任何显著伤病时的他并不以为意，勇士也评估这只是无碍的小扭。Curry 仍旧继续出赛，并迎来2010-11赛季的开季。但就在开季第2场面对快艇的比赛中， Curry 已经受伤的脚踝再一次踩在 Black Griffin 的脚上，当场就被扶下场，没再回归。可是休息2场比赛后， Curry 旋即选择再度复出，并在其后17场比赛仍旧缴出场均 21.2 分、5.4助攻的数据。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停住，在12月5日对上马刺的比赛中， Curry 短短2个月内第3度扭到同一只脚踝。更糟糕的是，这回他连踩到任何人的脚都没有，而是带球急停的时候，就在没有外力施加的情况下，脚踝像是突然散掉脱力似的往外扭伤。直到这时，大家才意识到了事情好像不太对劲。虽然 Curry 仍旧在休息6场比赛后回归，而后在伤病疑虑下打完整个赛季，留下 18.6 分、5.8助攻、44.2% 三分命中率的持平数据，同时再一次成为全队下场后攻守效率进差会跌至最低的球员，甚至更进一步成为先发中唯一一个攻守效率进差是正值的球员。同时此时另一名主将 Monte Ellis 虽然数据持续维持高点，却也连续2季成为下场后反而全队攻守效率会显著提升的存在。不过 Curry 有实质影响力是一回事，他的脚踝在连续伤停和复出后似乎有些问题，这仍是不争的事实。赛季结束，他立刻进行了脚踝韧带的修复手术，而在 Curry 修复脚踝的期间，勇士也经历了人事上的震动，总教练由 Mark Jackson 接任，高层也有所改组，找进了年轻的 Bob Myers 进驻管理层。不过有趣的是，该年夏天，勇士以首轮11顺位选入另一个该届最佳射手，来自另一所弱小 Washington State 的 Klay Thompson。在媒体因为 Curry Ellis 这对后场是否正确争论2年的同时，在选进另一名得分为主的后卫。没错，随着人事上的变动，勇士究竟会如何敲定他们的阵容，也随之暗潮汹涌。夏季多次传出勇士打算交易浮现伤病时疑虑的 Curry， 甚至老板一度脱口说出 Curry 并非非卖品，而对此 Curry 只是淡然地表示：我清楚这个状况，我可能会成为交易的包裹之一，但这就是你在这个职涯中会面临到的事情。在这个商业联盟中，你必须习惯它。即便最终 Curry 还是安然在勇士留到了开季，但老天似乎不打算轻易放过他。开季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他又再度扭伤了脚踝。即便后续检查并无大碍，让 Curry 仍旧正常的在开季后出赛，但短短6天后，开季第2场比赛，他又再次扭到了脚踝。而在因此缺席1场比赛并复出后不到2周， Curry 第3度在面对马刺的比赛中扭到脚踝，并且这次检查
查结果不甚乐观，让他直接在板凳上作弊上关了2周。在这段期间内，人们对 Stephen Curry 的信心开始悄悄的崩解。不论他的脚踝变得如此易脆是谁的问题，什么原因，重要的是，现在他已经不是什么平凡接近常人的球迷王子，也不是从3星高中生变成一流大学明星的励志故事。他是一个 NBA 球员，是一支充满天赋、急需兑现的 NBA 球队阵中的 NBA 球员。但他却也是一名无法正常出赛，3天2头就会在比赛中段被扶进休息室的 NBA 球员，而这显然并不励志。有关 Curry 的交易传言再次开始扬起，甚至这回讨论的已经不是是不是可以考虑有关 Curry 的交易，而是如果交易了 Curry 可以换到谁，并且勇士自身也因为阵中球员的不稳定出赛，在易帅后战绩依旧跌跌撞撞。开季前 Mark Jackson 扬言会让球队重返季后赛，来到1月中旬时，球队却仅有5胜。虽然这是一个缩水赛季，但不满40%的胜率看起来并不像是季后赛球队该有的开季。最终在漫天的交易传闻中 ，Curry 带着怀上的疑虑，在1月底重新上阵，却又在3月初再度扭伤脚踝。即便下一场他选择强行出赛，但出赛9分钟后，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不行了。在留下3投0中的数据后 ，Stephen Curry 宣布整季报销。而就在他报销的几天后 ，NBA 的季中交易截止期限之前，勇士官方宣布他们将和密尔瓦基公鹿进行交易，而送出的对象是 Monte Ellis。顿时球迷一片哗然，认为 Curry 的勇士时间已经的专家更是跌破眼镜。但这笔交易代表勇士对 Curry 投下信任票吗？并不尽然。事后根据不少内部消息指出，勇士事实上更希望寻求到 Curry 的交易方案，问题是没有球队敢接手这个脆弱，像是上场运个球就会拐到似的脚踝。对，讽刺的是 Curry 留下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比较好，而是因为他比较糟。而再一次的，这显然并不励志。在那之后，勇士以 34.8% 胜率西区倒数第3的成绩作结，并在选秀中抽到了第7顺位，最后意外的捡到了前年的全美第1高中生 Harrison Barnes。即便在被卡了2年 ，Barnes 普遍被质疑他的个人技术以及领导能力，但在勇士兵荒马乱的那个当下，许多球探专家也开始相信 Barnes 有机会接下勇士未来一哥的位置，或至少他将和 Curry 有一场良好的一哥竞争。至此，人们对于这2年前曾风靡球坛一时的娃娃脸小子的信任程度已经跌到了低点，或者说跌到了最低。毕竟在2008年锦标赛爆红之前，人们根本不认识他，又何来信任度的比较呢？如果从当时来看 ，Stephen Curry 非但不是一个励志故事，反倒更像是一场催泪故事，因为他曾经如此励志过，如今残酷的现实却让世界转而开始背向他。但有一个人并没有放弃他，而那个人正好在这风声鹤唳的夏天当上了勇士的总管，那就是 Bob Myers。夏季尾声被问到是否和勇士谈及延长合约时 ，Curry 如此说道：“我不会用他拿到这个金额，我认为我应该要拿更多这种看法来衡量自己的合约。我相信在 NBA 谈合约更注重的是签约的时间点、大环境的状况以及对球队有无帮助。”不过，即便如此理性的看待这件事，他仍强调自己手术以及复健后已经完全痊愈，也提到 Myers 已多次亲自来视察他练习的状态。我已经和 Bob 谈过合约的事了，我告诉他，如果他们最后想把合约移到明年夏天处理，那我只要下一季健康打出好的赛季，就可能引起全联盟的兴趣，我的合约金额可能会提高不少。如果我是勇士队，我会现在就给出个合理的价码，把我留下来。而这些话先不论事后来看 ，Curry 简直就像个预言家。至少这一段话 ，Myers 绝对是听进去了。在开季前的10月31日，勇士宣布和 Curry 签下一纸4年4400万美元的延长合约。而这一份合约，如今我们都知道，它成为了 NBA 史上最值回票价的合约之一。在勇士以105比89击败明尼苏达灰狼，确认自 We Believe 时代以来首次重返季后赛的那个瞬间，人们终于想起了欣赏 Stephen Curry 打球，享受他那充满灵性的切传、无比自在流畅的外线是多么的令人心醉。人们终于想起来 Stephen Curry 有多么强大，或者说健康的 Stephen Curry有多么强大。唯一健康的新秀年 ，Curry 立下新秀3分纪录。下一个完全健康的赛季，他就直接打破了由 Ray Allen 所立下的 NBA 3分球纪录。且这一回不只是个人数据上的成功，摆脱去年严重的伤病后，勇士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一组极佳的5门旗阵容。健康的 Curry 是联盟最佳的指挥官之一 ，Klay Thompson 是新生代最人气的跑位射手。体能强大的新秀 Barnes 完美补上了侧翼3D 的位置。David Lee 成为球队侧翼和禁区得分的中枢。交易 Ellis 换到的 Andrew Bogut 则是
勇士篮筐的终极防线，还有从板凳出发打第3位，在季后赛屡屡成为奇兵的全能第6人 Jarrett Jack。这一组阵容从发动机、接应点、内线得分到内线护框，一组传统阵容中所需的功能一应俱全。在 Curry 灵动的控传领导下，勇士轻松突破首轮，推进到第2轮，才和马刺血战6场后饮恨败阵。其中面对马刺系列首场的44分11助攻，各种不讲理的外线轰炸，把过往顶级球星在 heat check 时才会选择的出手，变成一种正常的得分手段，更成为球迷疯狂传阅的话题。但隔季在失去第3位 Jack， 季后赛 Andrew Bogut 又无法上阵之下，勇士面对到人体实力更加均衡的快艇，最终在满城高度希冀之下，居然首轮就惨遭淘汰出局。那一年，即便 Curry 将助攻数推升至生涯新高的 8.5 次，但却仍遮掩不了面对团队防守优秀的一级强队时，缺乏先天体能优势的他和 Thompson 在挡拆后没办法一步切穿防线，没办法稳定为球队杀出重围，突破僵局，最终只能沦为在外围苦苦尝试更高难度的出手。在例行赛期间有 35.3% 出手来自 Open和 Wide Open 3分，并且命中率有 43.8% 的 Curry， 在快艇系列赛期间被迫出手了高达 18% 比例的受干扰3分，而这些出手的命中率仅有 25%。以射手型双枪为主体的球队没办法夺冠，这样的质疑如乌云般笼罩在勇士头上。而作为这个质疑的回应，已确定淘汰后 ，Myers 立即宣布开除总教练 Jackson。是，这个决定在当时绝对是令人震惊的。一名教练带领数年积弱的球队来到51胜，却火速的被炒掉，不止球迷跟专家无法理解，甚至连 Curry 本人也跳出来力挺教练，但这却无法改变已成的事实。心意已决的 Myers 在夏天找来了在 NBA 并无执教经验，只做过球评转播和总管职务的 Steve Kerr 来取代教职。没有人知道 Myers 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不过就像 Curry 那份在当下看似精简的合约一样，他显然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射手型的双枪很难在季后赛有所成功，这是不少人都相信的说法。但也许这并不是射手型双枪本身的错误，而是正常的体系没办法引出这类组合最大的威力。挡拆进攻难道还不是这类球员最佳的系统吗？而 Steve Kerr 上任后，他给出的答案是：为什么要让 Curry 苦苦在挡拆后为他人创造机会？为什么不是全队一起为他这个史上最佳射手创造机会？2014-15赛季，他提拔了2轮选秀出身的全能前锋 Draymond Green， 佐以 Andrew Bogut 以及板凳上来的 Andre Iguodala 等全能型好手，让 Curry 和 Thompson 以无球进攻为起手式，不再以后卫持球挡拆为起点，而是利用他们的跑位撕裂作为起点来解放出勇士全体的进攻。从数据上来看 ，Curry 每回合持球时间从13-14赛季的 7.4 秒，一个联盟第10高的数据，到了14-15赛季变成 5.6 秒，几乎是联盟先发控球最末。这个变化转眼间让勇士从 Jackson 时代联盟使用最多挡拆的球队，成为联盟中最少使用挡拆这个现代显学的球队。过去球在 Curry 手上，封锁他切入的路线就是封锁了他。如今他手上没有球，忽然之间他的每个动作、每个脚步、每个移动都是威胁，只要他踏上球场，无时无刻都准备得分，就像是回到 Davidson 阵中，回到2008年锦标赛以下课上大放异彩的那个时刻，专心致志的运用自己绝佳的空间感，在人墙中来回穿梭，时而变速冲刺，时而突然掉头，时而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冲出来，诡谲莫测的跑位路径加上队友扎实的掩护，在睽违多年后，终于再度的彻底的解放了 Curry 自小深植其灵魂中的射手血性。不止如此，在经历大学最后年到 NBA 前面5年的控球磨练后，如今的 Curry 冲出重重掩护接到球时，不只能立刻拔起轰炸超大号3分，还能在电光石火之间阅读防守，下球2次突破后做出他大学时办不到的妙传判断。是的，在新体系下的 Stephen Curry 就像将过往不停与质疑、低估奋斗，从底层一次次学习、累积、内化的所有技能，全都得以同时展现出来，最终极完全体的他。而这样跳脱过往框架的体系，不只是引发了终极形态的 Curry， 也衍生出了勇士永留历史的死亡五小，同时更为篮球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不论是进攻上五小带来的大3分时代，或是防守上五小引领起的大换防时代，亦或是整个篮球观念上传统5个位置彻底模糊化的全新想法，勇士不只在往后的5年内夺得3冠，更毫无疑问的彻底改变了联盟攻防的概念。不管你是不是勇士的球迷，你热不热爱这2年间的当代攻防系统，你都必须承认，勇士和 Stephen Curry 是当代篮球的引路人，是这个时代的形塑者。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 Bob Myers 大胆换帅 ，Steve Kerr 步上教坛，并在训练中第一次和 Curry 面对面侃侃阐述他的想法时，他们曾意识到自己将办到什么样惊人的事情吗？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14-15赛季 Curry 在主场球迷欢声雷动之下，缓缓步上 Oracle Arenas 时，那
便是这名曾如此瘦弱、被嘲笑，但却永葆 NBA 梦想的小男孩，翻开他最伟大篇章新页的瞬间。而在那之后的，就是世人都耳熟能详的历史了。回过头去看 Stephen Curry 一路走来的历程，你很难不理解为什么他会成为新一代追逐的对象，因为他太真实了。他没有任何压倒性的天赋，但同时他却也不是最完美的励志故事。你要说他的故事是完完全全靠自己一手创造吗？老实讲 ，Curry 依旧是相对幸运的一人。他在大学时的抽高是他得以进入 NBA 的关键。他遇见 Myers 这样信赖他的总管，是他没有被放弃成为浪人的原因。最终他拥有 Kerr 这样具备远见的教练，更是他得以从明星球员进步成为时代象征的理由。但我想，也正是因为他如此努力不懈，始终保持心中的信念，迈开步伐，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最终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帮助，成就了最巅峰的伟大。而这样不完美的故事，也许才显得更加真实。毕竟，在这世界上的成功，真的有谁完全没获得任何援手吗？我想是几乎不可能的。许多人认为，在遇见 Steve Kerr 的体系之前 ，Curry 并没有这么的伟大，而必须坦诚，这应该算是事实。因为事后来看，我们的确可以知道，能办到改变时代这件事，绝不是单靠 Curry 一人。但是，倘若勇士没有 Curry， 却也绝对没有办法改变时代。这也是无法撼动的事实。所有人缺一不可，谁都不能缺席，彼此互相扶持，相辅相成，这才是勇士王朝的根基所在，也是 Curry 强大的根基所在。一路上穿越障碍，累积实力，最终在伙伴的帮助下成就历史。而我想，最美的故事也不过就是如此了。就像亲眼见证自己的子弟兵成为 NBA 史上最棒的球员之一后 ，Bob McKillop 告诉记者的想法一样，他曾踏上球场为我们创造了满满的有如宝藏的回忆，不只是那一年，更包含了前一年大一赛季以及往后至今的每一年。而每当他又为金州勇士创造出伟大的事迹时，我们脑海中就会闪进那些他和我们之间的回忆，然后彼此相视一笑。嘿，还记得他也曾帮我们办到过那样神奇的事情吗？而时至今日，从 Curry 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踏上篮球场，手中抱着一颗和他身体一样大的篮球，并展开一场证明自己的旅程。将近30年之后，仍有大批的人们在贬低、无视，对他的伟大鸡蛋里挑骨头。不过，我想这也正是 Stephen Curry 真正伟大之处吧。他的伟大即便如此真实，但却并不典型。而这样的伟大，也许会让他终其一生，甚至更往后的好几世，都将不断被怀疑、被挑战。但这无疑就是他故事的精髓。永远如此被低估，但却从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如果说这样的坚持和执着也算是一种天赋的话，那 Stephen Curry 毫无疑问的是一名天才，一名非典型的天才，一名被低估的天才。而现在，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开头，在勇士王朝面临崩塌， Curry 似乎要开始走出神话的现在，往后的一切将会如何续写？ Well， 我想那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关于 Stephen Curry 的下一篇传奇故事了。嘿，大家好，我是 Sky。这次配合 Under Armour 推出 Curry 7新鞋，以这双鞋的主题 Underrated 写了一篇球员故事。不过呢，我真的不是一个对歌功颂德很有热忱的人啦，尤其是对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丰功伟业，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少做球星题材的原因啊。也因此，这篇我决定把 Curry 迈向 MVP 的段落完全省略，集中焦点在他前半段的生涯上。希望这个呈现方式各位还喜欢啦。OK， 最后呢，就进入我们好不好抽奖的环节。首先先提一下，现在在 Under Armour 台湾官方粉丝页上正在举办 Underrated 拒绝低估的社群活动，参加者有机会获得新发售的 Curry 7新鞋一双。活动网址呢，我会放在下方注解栏。但是 But just the fucking mother could say。因为我影片做太久，做到人家活动都结束了，加上本次合作中呢，我也会拿到一双 Curry 7新鞋，这里呢，好不好，也开放给大家抽奖啦。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这个好不好？英文记得要打对，注意
并写下你对 Stephen Curry 生涯最印象深刻的画面，就可以参加抽奖啦。时间呢，从影片上架到11月20的晚上11点59分截止，只要符合上面的留言格式即可参加抽奖哦。反正呢，我今年才打球4次，新鞋给我太浪费了啦，所以大家赶快抽奖抽起来哦。好的，那就这样啦，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喽。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下喜欢或者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话，也热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另外呢，你也可以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喽。除此之外，如果不嫌弃长篇文字与分析的话，也可以到我的 FB 粉专来晃晃，一同讨论篮球。OK， 大概就是这样。我是 Sky， 期待下一支影片播出的时候能再与你们相见。